在中国这民俗干嘛呢？住酒店不就好了吗？住民宿当然是有实际的理由啦。这一集大家看看这间民宿，你觉得值不值？我们用这个高德地图的打车服务，14块钱哦。如果是坐那个公交专线的话，就10块钱2个人，14块直接到了。很好的天气，很蓝的天，但是实在是太晒了。哎呦，进站了，进站了。早上我还讲这边的天气好像没有马来西亚那么冷，不好意思，我指错了。太阳完全出来之后，就是东南亚的感觉了。实在好多人，8月份是暑假，所以车站真的很多人。所以安排中国行程，春节放假期间，5月1、10月12个黄金周，暑假的整个8月份，要尽最大努力避开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。6号是早，我们好了塔福信号，向中国铁路回民酒集团有限公司。登上火车，我们继续往北出发去昆明。西双版纳到昆明开车距离是540公里，要至少6个小时。这一趟高铁，中午12点的车，下午4点到，刚好是4个小时。一个人票价是人民币315元。哇，这昆明站真的是超级热闹！入站口出来，前面就是地铁1号线昆明南火车站地铁站的入口。地铁买票现金是还可以的哦。那我就找到了一堆散钱，这个就是昆明的地铁票。Dear passengers, we're now at South Coach Station. Please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and get off the train from the doors on the left. 哇，现在说6点了哦，我们12点从版纳上车，现在6点了才到我们要去的民宿地铁站呢，还没有到。这是我们今晚的房间，昆明大角市青年旅社，已经是第2次住这边了，有厕所还有淋浴间，应该也是刚装修过的，比较新式的设计。一晚上人民币270元，只住1个晚上，因为接下来就没有房间了。是啊，这一层上，这边进去。哦，洗衣机在这边呢。你好，可以跟你借把伞吗？可以的。哎，我们之前走过的，我们就穿过来了，要不然就要兜一个超大的一个圈。天气很不好，你看吗？本来我们到之前还是晴天的。也不知道现在走过去新闻路有没有东西吃啊？从小区走出来，好像多了一栋很现代化的大楼啊。这边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好像比较整齐，比较新的一些。贵州羊肉米线，万生园。就是那个云腿包月饼，8块9块8。酸菜红豆饭，你看比冰棒中式的豆花红豆小炒饭。专心农贸市场到了，天体看看。哇，这臭豆腐这么臭，哪里的？哦，在这边。哎呦，要下大雨，然后人家都在匆匆忙忙被收档了。想不到这么大雨哦，真的是说来就来，立刻就是暴雨。乱成一团啊！太刺激了，太巧了！这个摊贩果然有先见之明啊！人家看云就知道那个雨有几大，赶快就收工，太猛了，鞋子全都湿了。这是我们的午餐加晚餐，我在屋檐下面先把它吃掉。这个是什么？臭豆腐和爆浆豆腐，爆浆豆腐好吃。
买一个豆腐，哇哦，然后买了一个千层茶包包。我之前买了它就下暴雨了，老板娘讲是冷的，所以我们回来这个八角寺民宿，幸好它有那个微波炉可以接，我们订了来吃一下。卤鸡腿啊，卤到很入味那种。哇哦，淋着大雨，你下来房间吃一个热鸡腿，巴拉鸡鸡的吗？这个烂轮子，出发之前刚换的，结果出来10天它就烂成这个样子。再来昆明以前我就买过一套，希望这个质量好一点啊。昨天好像没有好好拍到那条小看。这边叫做转塘路，从那个民宿的门口走出来，左拐，第2个路口左拐，就可以从转塘路穿过去新闻路，也就是去那个菜市场、农贸市场的地方。你会看到祥玉副食转塘路33号。这边有个 gate， 但是它是可以外人街道穿过去的，但是这边是人家住的地方啊。你住这边也不希望外人在这边哔哩吧啦吵醒你的嘛。然后走了，跟着人群走，走到尽头右拐，就可以看到那个大关专心农贸市场。3块一个，那哪一个尝一下？怎么没有人买呀？做生意不是都是干的嘛，锅里之类的。菜市场里面小吃摊很多，但是一直都在排长龙的，就是这个豆花米线。这种食物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几乎无法想象，就是豆腐捞米粉，加点菜干和酱料，旁边的是干的汤圆，上面的不是黑糖哦，是黄豆粉。豆花米线清清淡淡的，虽然不是我们熟悉的口味，但是吃着吃着会渐渐的明白它好吃的点在哪里。汤圆的做法思路跟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很不一样。看到黄色的粉末，我们第一时间会以为是椰糖，但它是黄豆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就是带点豆香。比豆花米线更火爆的是这个甜酒酿饮料。2018年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这样的盛况。好嘞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也有可能是当时我们下午才去，人家早就卖光光了啦。甜甜的发酵味的牛奶 ，OK。青年旅社所在的那条转塘路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麻将馆，或是在中国好像一般都叫做棋牌室。这一整条街有很多间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在打麻将。哎，师傅你好。手机尾号9683啊，用手机 app 约车，上车就要报手机尾号，也就是手机号的最后4个数字。我叫车是直接用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，所以没有另外下载滴滴。所谓的百度或高德地图，就跟我们在马来西亚常用的 Waze 或者 Google Map 是一样的，但是高德地图更强大、更好用。你除了可以查路线、叫计程车或网约车，还可以订酒店、找餐厅。其实一个 App 就可以搞定全部旅客需求。中间旅行会很害怕坐计程车，然而现在有网络约车，车资透明，所以现在比较敢用计程车了，会更省时间。车费是平台早就算好了，99%能避免被出租车司机烫水鱼。为什么不是100%呢？因为我还是被烫了一次，那个以后再说吧。哎，看
刚我们从昆明市区打车，打了30块钱来到这个新兴的住宅小区啊。这个住宅楼特别高，而且很密集。7仔还没有做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的民宿房间。海豚湾，这里就是海豚湾。哇，这个地方根本就是踩板的天堂啊！今天晚上不下雨，我可以下来溜一溜。这边还有一个电竞酒店，22楼。这边还有一个乘凉区哦。猪脚饭。诶，电梯在哪里？电子锁开锁了，看看。哦，我今天租的是一间 loft。哇，还有 IKEA 哎，我们可以去 IKEA 走走，看看这边的 IKEA 有什么不一样。这房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复式的公寓，虽然没有空调，没有电风扇，可是昆明四季如春哦。虽然现在是夏天的中午，可是不会闷热。488元住2个晚上，也就是1个晚上244元。有洗衣机，有厨房，有冰箱，而且这里是居民区，不是游客会来的地方，所以住到这种民宿，我还可以体验昆明人的日常。好，请慢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打车打了25分钟来到这个地方，原来这边是碧桂园银南印象，这个是一个碧桂园的 township 啊。你好，请问看展是这边吗？你好，今天是来参观一个老牌滑板的展览。这个牌子叫做 Santa Cruz，1973年在 California 创立，之后就一直影响着滑板文化，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。我从90年代就开始踩板，但是一直以来在马来西亚，滑板是很小众的运动，尤其在华人圈子更是超级小众。像这种滑板原稿的展览，我不曾见过，所以在小红书看到消息，我又刚好在昆明，就特地安排时间过来看看。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搭了一张板到中国，来到当然要顺便踩2圈啦。顺便解释一下，我上一个视频在西双版纳住到了工地风格的民宿，许多中国的观众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住酒店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洗衣机，就是为了要洗衣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长途旅行我们衣服尽量少带，加上因为是夏天，所以最多5天我们就一定要找个地方洗衣服。可是像马来西亚、泰国常见的投币洗衣店，在中国却不常见，所以一般都会有洗衣机的民宿，对我来说就很方便。而且中国的住宅区跟马来西亚的不太一样，所以住民宿我可以体验到生活在中国的不同，因此对我来说住民宿比较有意思啦。目前来讲，不良体验只有上一集那一次。好了，玩了一身汗，现在我们要打车去刚刚看到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打车来到了北城站，因为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这里一些好像比较大型的 mall。我在公路的夜色中为你唱好唱自然，在变成火车的相遇的期待，飞机飞过城市马路的城市。这边餐厅很多啊，选一间来吃晚餐。劳动粥锅、菌香双人餐，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们吃不完。餐厅的招人广告，店长有7500到9000，基层员工有3500到4000。味千拉面，松鼠家啦，这个牛肉面，哇！你看人家的 graphic design， 漂亮。川式酒，新派川菜小馆 ，scroll， 就看你要沸腾鱼还是那个它的招牌那个鱼咯。上了第一道菜，炝炒丝瓜筋儿，
再上一个沸腾鱼，维鲜香芋泥，我们就不叫饭了，这个已经是淀粉了。哦，太饱了。我们的民宿离开地铁站其实有点远啊，大概要走超过10分钟。但是一路上看到有许多中国式的宵夜摊子，大多数都在卖烧烤，烟火缭绕，非常的有生活气息。冷清了一夜的街道，又一次被晨光照亮。虽然是夏天，但是昆明的天气总是凉凉的。融创海豚湾，现在出去找早餐吃，顺便逛一逛。早上7点空气的味道，闻起来就有家就住在这里的感觉。啊，那个圆的那个叫什么？王源。那是小鸡蛋。油条、豆浆、茶叶蛋是6元，这个还不知道多少钱，还没有加。隔壁卖的是饵块，我很好奇，所以去买了一份。它其实是糯糯的米皮，我买的是紫米的，也有白的。里面有包任何你选的料。那个不送就是鱼。加茶的那些酱料，酱料是咸或者甜，我这个是常常的。然后我再来个鸡蛋，你也可以加油条。肚子填饱了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抢车票。找了几个晚上都没有票，所以下一站要去哪里都还不能确定。超新车票，无座候补，只看邮票，只看高铁。很抱歉，没有符合筛选条件的车次，换个条件试试吧。再来。诶，突然间有了，不过这个中转跑去中转了，只看高铁动车没有，只看邮票没有。后一天也是票很少，一张一张候补就是你要抢票，就是比如说有人退票，看到你买下去就会有。然后刚才我们找不到票，我们还是有飞机票。如果昆明飞广州的话，今天是1330，明天1107去，然后很贵啦。总之就是。这个故事的教训就是中国放假你就千万不要来，更不要最后1分钟才跟14亿人口一起抢车票，不停的刷，不停的守着12306票。我们最后是幸好买到了，刚好有人的票付款没有过，还是他放弃，你才买得到票，完全靠运气。好不容易弄完这个，已经是吃午饭时间，走，我们就去找吃。之前我们在成都也住过像这样子的，算它 Airbnb 吧，没有这么宽敞，还蛮窄的，虽然也是有绿化，但是没有这么宽大的地方。各种各样的店，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，如果这些店全部是碗汤面、米粉糕、沙爹、nasi lemak，爽啦！华苑站西出口出来，中华农贸市场，好像新加坡的 food court 这样子的哦。来，你们看像不像 ？Good job， 这根本就是 food court 来的吗？你要先吃好先没有？吃好先啦。舒服的。潮汕生腌。这个就夸张了，烤鸭、宜良脆皮烤鸭，老店来的，只是搬过来这里。大鸭、盐水鸭、生态小麻鸭，多少钱一只？30块。跟专心农贸市场相比，这个东华农贸市场一点都不会逊色。虽然从外面看很像新加坡的 food court， 不过准确来讲，其实应该更像新加坡的巴萨，因为这里其实没有桌子可以坐下来吃。整个市场里面排最长龙的店就是这家关渡粑粑。本来我们想说过一会儿才来买，结果我们吃了一碗面回来，他就卖完收摊了。为什么要搞到这么暗呢？Go milk cheese fry， 哇，这完全就是个 cheese fry， 45元1公斤，一堆牛中间藏了一只鸡哦，是哈拉的，这么多人吃哦。
这种超大颗的葡萄叫做阳光玫瑰，8月份正是它盛产的季节，到处都有在卖。在昆明的是我看到最大颗、最漂亮的了，1公斤卖25元，其实很便宜。有摊主让我试吃，真的是超级甜。我觉得应该没办法吃完一串，所以就没买。小黄牛，哇，走着，看到这间始于1921年哦，李记猪脚米线，最好生意就是它了啦。你好，309。哎，你好，一个招牌的猪脚米线，小碗的。粗的、细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小碗需要加个帽吗？这什么是加帽啊？加肉。哎，来，加肉啊！ 7块，谢谢。17块。啊，微信号支付宝您扫我。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一般的呢？这边有辣椒，他加的。我们就再来一个好像大不得的呢，应该是太诱人了。然后这个是白云豆哦，我以为是内脏，但是还是白云豆。然后大不得的，大不得没有调味。从白龙路站，我们来到了苏家塘站。来这里是要找个地方买电脑硬盘。问了好几次路，才知道要怎么走才能去到卖电脑用品的商圈。原来电脑用品商圈会在这里，是因为这一带是校园区，有好几家大学都在这附近。也因为如此，这一带的环境非常清幽。这里跟我们住的那个北市区就不一样了。北市区还是精心策划的现代化城区，这里就明显是自然生长的老城区了。走着，还看到一个公园，这里叫做莲花池。原来明朝朱姓最后一个政权的皇帝，还有他儿子的尸体，就是在这里被吴三桂烧掉的。哇！那个 Hadis 就是在这一间买的，圆通北路的京东。圆通北路这边就是昆明的电脑用品商圈，昆明动物园也就在这条路上。旁边还有一条很热闹的街，叫做延禧路，整条街都开满了商铺14，非常的热闹。应该有点类似吉隆坡拉曼学院附近 Desa Setapak 那带啦，也就是大学生去吃饭的一条街，但是也有许多游客。我问了店员，原来这条路也是去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啦。这间咩？啊，数一数。好，我的居然是粉红色的，你的居然是茶色的。脑花面捞什么？猪脑捞面啊，不是啊。小菜园地铁站，小菜园站后面有一条铁轨，原来就是法国建立法属印度支那，殖民老挝、越南、柬埔寨的时候，他们建的滇越铁路的一部分。这条铁路是从昆明通到河内附近的海港海防市，这里这一段应该是留着历史文物，保留下来当纪念的。我们回到了海豚路站，烤地瓜、烤玉米、炸马铃薯。2块，还是蘸马铃薯，这些是卤味串串，这些应该是甜品。新疆羊肉串，这样子拿几个看病椅子在路边，也摆摊了。现在的温度又有一点降下来了哦，几乎还有点冷，可能大概24、25度这样子吧。买白酒，这个西瓜就比较小个，安宁西瓜，西瓜10元3个，10元3粒的西瓜真的是超级便宜，一个也至少有1公斤吧，但是比大小就是这辆大卡车载的西瓜大，一个恐怕得有4、5公斤，
真的超大，1公斤才卖人民币2.8块。出租复式公寓，带家具家电，1个月16,800。复式还有比较大的了，毛坯房低价出售。这个就是这个地区的房价。这个是说什么？菜贩这样子。共享童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printing 来的 ，print shop 来的，打印照片、文档、证件。哇，这个这么好生意哦！干锅牛肉，干锅牛肉和排骨。刚刚晚餐的干锅是很不错哦，而且今天是个星期六，难怪他生意那么好。吃过晚饭，上楼整理一下行李，看到对面的 IKEA， 想起很有趣，走路过来10多分钟。商品基本是一样，不过就比较宽敞很多。然后这些 demo space 的装修风格会不会跟马来西亚的不一样呢？好像是不一样的。从昆明坐高铁去大理其实很方便，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。我们本来也打算去，但是碰上暑假旅游高峰，担心去了也是人挤人啦，结果就放弃了。下次选个淡季再去吧。